酷派克10号 Plus 超级电能线是一根有技术含量也有实际使用价值的功能型线材，它能盘活那些高数值但协议偏单一的纯 PD 充电器，充电实测跑出的标准充电曲线，文波的2次滤波效果，再加上输入主线102公斤的拉力表现，整体的完整度确实很高，也有点超出我的预期。各位朋友大家好啊，这期开始咱们线材测载部分正式重新启动。我测充电器充电宝比较多，但大家平时真正每天拔插每天使用的其实还是各种的充电线、数据线、转接线、特殊功能的线材。这些线材看起来简单，里面却关系到内阻压降、发热、协议识别、数据传输，甚至还关系到设备能不能稳定跑满快充。所以这期开始，第一根我还是找个热度高的啊，从酷派克这条10号 Plus 超级电能线开始，看这个热度这么高的线材到底有没有真本事。包装盒还是经典的黑底蓝标酷派克的风格，从盒子印着这些参数来看，它的目标场景就是一边解决老款大功率充电头协议兼容不够全的问题，一边解决单口充电器接口不够用的问题。打开包装盒，里面就是线材本体，整体采用的是编织外背，线身摸起来还是比较扎实的，表面有一定的纹理。这条线采用的是一进两出的结构，一端是 Type-C 的输入口，另一端分出2个 Type-C 的输出口。整个线材连包装盒一起重量97克，单线材重量为81克，线材整体长度为1.5米，多了50毫米。主线长度到转换器的位置大概是1米，多了70毫米的样子。分线的长度到转换器位置大概是40厘米，多了20毫米的样子。中间转换器的长度57毫米，宽度大约是23毫米，厚度为11毫米，线身直径大约是4.3毫米。拿到手上可以明显感到它比普通的手机快充线更加粗一点，这也符合它140瓦级别供电和1分2结构的定位。中间这个分线器是整条线最关键的部分，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分线头，里面还承担协议转换、功率调度和输出控制的工作。接下来我们做实测，看看这条酷派克10号 Plus 超级电能线到底能不能把老款的大功率充电头重新盘活。接下来进入协议转换与功率分配测试，我用苹果的140瓦充电器作为基准输入源，很多人想用它，却被协议兼容性挡在了门外。当我们接上这一根酷派克10号超级电能线 Plus 以后，它的快充协议会变得很丰富，融合快充、高通 QC 3.0 的快充协议，华为的 FCP、SCP、三星 AFC、PD 3.0 100瓦，小米120瓦，PBS 2个6安的，连最基础的基础协议都变成了3个，转换出来的2个充电口都是一样的协议。为什么转换以后变成了 PD 3.0 的100瓦？因为这个是仪表的问题，如果140瓦的充电器经过转换以后，单口它还是140瓦。我们用2个充电宝来看一下它的功率是怎么分配的。我们先启动输出1的140瓦，再接上2口，归零了一下，变成100瓦加20多瓦，总功率在140瓦不变。我们拔掉输出2，输出1会断连，重新启动 PD 3.1 的140瓦。我们拔掉输出1，输出2会切换到 PD 3.0 的100瓦。刚才测的是2个 PD 3.1 同时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现在看2个 PD 3.0 的设备啊，先启动输出1的 PD 65瓦，我们再接上输出2，这个时候就不会断连了，功率只是调整了一下。它的功率转换以后的分配，包装盒上面是写的很清楚的，大家要按照这个功率分配的规则来自己选择什么功率的充电器。这个苹果的140瓦充电器没有这个转换线的话，它对其他的安卓手机几乎不兼容的啊。加了这个线材过后会是什么样的兼容性，我们马上来测试。这一部是红米的 K80， 大家看一下，真实功率已经跑到60-70瓦。酷派克是属于米家生态链企业，对米家的私有协议支持肯定是100%的。我们后面直接采集这个手机的充电数据。我们再来看一下华为的手机啊，显示的是超级快充，功率可以跑到20瓦左右，这个就是华为的 SCP 啊。这个输出2的话没有启动 SCP 的协议，我们用荣耀手机来验证一下100瓦 PBS。输出2是没有 SCP 的，可以直接启动 Max 100瓦的快充。输出1的话就显示了超级快充，这个是有 SCP 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蓝厂的设备啊 ，vivo 的闪充标识已经出来了，功率也跑到了80瓦左右。输出2同样开启了 PBS 100瓦快充，功率也可以跑到80多瓦。绿厂的新款手机现在基本上都可以支持 PBS 和 UFCS。我们来看一下超级闪充开启，这个是走的
UFCS， 起始功率可以跑到30瓦。输出2同样开启超级闪充，同样是 UFCS 啊，起始功率30瓦左右。关于三星手机，我们只看能不能启动快充 2.0， 这个是输出1启动超快充电 2.0， 输出2同样启动超快充电 2.0。 如果是新款的三星的话，功率跑到30多瓦是没有问题的啊。接下来直接看100瓦快充手机的实测啊，我们这里分别测试小米和荣耀的2台100瓦级手机。先看小米这一组，测试手机用的是红米 K80 至尊版，充电过程是0到100，手机充开机后功率会很快充到80瓦级别，峰值大约维持1分钟左右，然后回落到60瓦上下，并维持大约3分钟，然后逐渐下降功率。后面是35分钟的30到40瓦之间的功率平台，手机充到 90% 电量，逐渐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本轮充电总耗时约58分钟。再来看转换器模块的温度啊，最高温度大约是41摄氏度，测试的时候咱们室内温度是22度左右。再看荣耀 GT 手机100瓦的充电效果，充电过程是 16% 到 100%， 开局同样能充到80瓦级别的峰值，随后进入50瓦左右的功率，大约维持6分钟，然后调整功率，然后电压调整到9伏，功率在40瓦上下，维持了大约3分钟，后面是24分钟的30到35瓦之间的功率平台，充到手机 90% 电量，逐渐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本轮充电总耗时约36分钟，这个时候转换器的模块温度大概是54度左右，测试的时候咱们室内温度23度左右。接下来再看中功率段的手机快充实测，这里我分别测试的是 vivo 的55瓦 PPS 和 OPPO 的融合快充。先看 vivo 这组，测试手机用的是 iQOO Z10 Turbo， 充电过程是2到100，充电开局功率很快充到40瓦出头，维持大约5分钟左右，随后功率平均约30瓦，维持47分钟，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手机充到 95% 电量，转为5伏的基础功率进行涓流充电。本轮充电总耗时约1小时36分钟。再看转换模块的温度啊 ，vivo 这组最高温度大约来到55摄氏度，测试的时候室温大约是24摄氏度左右。PPS 低压大电流输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转换模块的发热压力并不小啊。我们再来看 OPPO 这一组融合快充充电，测试手机用的是一加的 AC16， 充电过程是14到100，前面大约40分钟，开局起始功率是30瓦左右，并且逐渐爬升到38瓦的功率。手机的电量充到 85%， 逐渐下降功率，充到 95%， 转为5伏的基础功率进行涓流充电。本轮从 14% 充到 100%， 总耗时大约1小时19分钟。再看转换模块的温度啊 ，OPPO 这组最高的温度同样大约是55摄氏度左右，测试的时候咱们室温24度左右，还是一样的问题，低压大电流，这个模块发热就稍微的高一点。接下来我们看这根线很有意思的地方啊，文波的2次滤除效果。这里先说明我的测试条件，测试仪用的是正点原子的 DM40C， 我们只看同一仪表、同一负载、同一接法下，苹果40瓦充电器直出和接入酷派克10号转换线 Plus 之后，文波到底有没有明显的变化？先看这颗苹果40瓦充电器本身的基础文波，在15瓦负载下，文波峰值大约是89毫伏，27瓦负载文波大约是77毫伏，40瓦输出15伏档位下大约是66毫伏，20伏档位下大约是63毫伏，也就是说这个苹果40瓦直出的文波大概是60到90毫伏这个区间。接下来接入酷派克10号 Plus 转换线，先看输出1，同样是15瓦负载，文波直接降到 16.3 毫伏，27瓦负载下是 16.5 毫伏，40瓦负载下15伏档位下是 20.6 毫伏，20伏档位下是 22.6 毫伏，这个衰减幅度已经很明显了，尤其是15和27瓦两个档位直接压到了10几毫伏啊。再看输出2，15瓦负载下文波大约是14毫伏，27瓦 13.3 毫伏，40瓦15伏 20.1 毫伏，40瓦20伏档位下 23.7 毫伏。输出2和输出1整体非常接近，低中功率档位甚至还略低一点，高功率档位也基本维持在20毫伏出头。以上这些实测的数据放在一起看，效果就很直观了。经过酷派克10号转换线中间这颗模块转换以后，两个输出口基本被压到了13到24毫伏之间。这个结果说明中间这一坨电路除了协议转换和功率分配之外，内部的 DC-DC 转换、电感、电容、后级滤波路径确实对前端充电器输出文波做了一次重新的整理。普通转换线只是把电送过去，酷派克10号转换线 Plus 这种有源智能线材中间已经参与了电源转换和输出质量的控制。
这根酷泰克10号转换线 Plus 前面的基础测试全部都测完了啊，它的性能表现确实是很不错的。我们现在就是对它做拉力测试，把它全部拆解开，我们看一下内部的用料的情况。拉力测试已经做完了，酷泰克10号转换线 Plus 输入主线连续测试了3次下来平均成绩是102公斤力，这个成绩已经刷新了我们目前线材拉力测试里面的最好成绩，就是安克 Primer 240瓦线材的88公斤左右的拉力。输出1因为线材较短，只能做单次测试，也拉到了71公斤力。输出2测试的时候打滑，不计入成绩啊。整体来看，这根线的机械强度确实是非常顶。这根线是刚刚剪下的输出1的线缆，拿出外面的编织网，剥开白色的 TPE 外皮，无纺布抗拉层，4根抗拉纤维做成的绳子，凯夫拉材质抗拉纤维，红色正极线，蓝色为 CC 线，白色绿色为 D 加 D 减，这个是传数据用的。内部还有2根裸露的线，外部有铝箔做屏蔽，2根裸露的粗线，这个是负极啊。这边是输出2，虽然它不能传数据，但是它内部同样配饰有数据线啊，线材是没有减配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主线，主线外面的编织网跟输出1、输出2是一样的啊。主线的外皮无纺布做成的抗拉层，2根红色的正极，4根抗拉纤维做成的绳子，凯夫拉材质的抗拉纤维，裸露的负极线一共4根，蓝色的 CC 线，铝箔屏蔽层包裹的是 D 加 D 减，同样还有2根裸露的尖滴。这所有的线芯内部都有抗拉纤维啊，难怪它的拉力这么强，而且线芯的配置非常的豪华，3个 Type C 头内部钢壳保护都没有省掉啊，非常难得。内部是没有E8 芯片的，我们马上把这个拆开看一下。黑色的面板是用双面胶粘上去的，内部有4颗螺丝，切掉螺丝以后，打开这个上盖，盖子上面有石墨复合导热贴啊，底层的盖子也是一样的。然后这个就是主板的样子。接下来直接看这颗转换模块的电路。首先，输入端有 ESD 保护，用来应对拔插时产生的静电冲击。3颗 M2CC 陶瓷电容，背面有2颗，加上这一颗香港东家电子35伏100微瓦固态电容，它们的作用就是先把前端充电器送进来的电压做一次缓冲和滤波。协议取电部分用的是深圳英吉信科技 IP2752，负责和 PD 充电器进行握手，申请合适的输入电压。一颗 R001采样电阻用来检测输入电流，给功率判断和保护逻辑提供依据。真正的电源转换核心是2颗英吉星 IP6550，配合4颗重庆万国半导体 04N525 开关管，再加上2颗思音100的合金电感，组成2路同步 buck 降压电路，把前端高压转换成手机需要的低压大电流输出。这也是为什么这根线可以做到双口功率分配，同时还能实现文波的2次滤除。输出协议部分用了2颗英吉星 IP2756， 它们负责识别手机端的需求，配合前面的 DC-DC 电路输出对应的快充电压和电流。这根线材不错的快充兼容性，核心就是跟这部分电路有关。输出的滤波配置2颗香港东家电子35伏100微瓦固态电容，继续压低输出文波。2个输出口的 V-Bus 通段采用的是 N 加 P 的组合， NMOS 还是重庆万国半导体的 04N5R5，PMOS 则是深圳冠宇半导体出品的 KS4309， 再配合2颗 R005 采样电阻，用来做输出电流检测、端口隔离和防倒灌控制。最后这2个输出端口同样是配置了 ESD 静电防护，所以这颗模块的结构很完整，输入有保护和滤波，中间有2路独立的同步降压，输出有协议芯片、采样、V-Bus 开关和 ESD 保护。它已经不是简单分线器，而是一套塞在线材里的双路快充电源系统。兄弟们，到这里酷泰克这根10号 Plus 超级电能线测拆就跑完了啊！这根线的核心价值就是它能把一些高数值但协议偏单一的大功率 PD 充电器重新盘活。苹果的充电器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它把苹果140瓦这种高品质顶级的 PD 电源重新适配成安卓手机更容易识别的快充输出，同时它还把一个口扩展成了2个充电口，补上高端单口 PD 充电器面对安卓设备时最尴尬的短板。从实际测试来看，小米、荣耀、OPPO、vivo 这些不同的快充路线都能跑出有效的充电曲线，4个实测，3个标准充电曲线就已经能说明一切了啊！文波的2次衰减也是这根线关键的亮点。普通线材只负责把电送过去，酷派克10号转换线 Plus 中间有 DC-DC 转换和输出滤波，经过它之后，输出的文波被明显压低，这一点从测试结果看非常的直观。拆开以后也能对上前面的表现，里面的 PD 取电、2路同步降压、协议识别、输出保护、采样和滤波，已经是一套塞在线材里的小型双口快充电源系统。所以我对它最终的评价就是酷派克10号 Plus 超级电能线是一根有技术含量也有实际使用价值的功能型线材，它能盘活那些高数值但协议偏单一的纯 PD 充电器，充电实测跑出的标准充电曲线，文波的2次滤波效果，再加上输入主线102公斤的拉力表现，整体的完整度确实很高，也有点超出我的预期。测试为了了解，才是为真相，认真测在客观输出。我是烈火车仔，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有你们的陪伴，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